大家好啊，我係 CCC， 嚟到本周中部工程團嘅第二話啦。喺第二日嘅早上，我哋出門啦。首先經過酒店樓層嘅漫畫廊之後咧，就出發去食早餐啦。而家去食早餐啦，我哋去應該吉野家。幾分鐘之後咧，就到達咗吉野家啦。呢度嘅吉野家咧，都係首先坐低啦，然之後用佢個平板去點餐嘅。第二日嘅早餐，吉野家細牛飯啦，燒三文魚飯。呢個納豆嚟到當然係要試試呢一款咁樣嘅食物啦。首先我就加入醬油啦，然之後再加入佢嘅芥末，最後就用筷子將佢哋混合喺一齊。nice， 哇！吉野家食早餐啦。而家我哋就出發去犬山城啦。一路上可以見到犬山市嘅彩色嘅渠蓋，喺渠蓋裏邊咧，其實有齊呢個犬山城啦、木曾村同埋題字嘅元素喺裏邊嘅。咁樣乜嘢係題字咧？題字咧，其實就係呢個用鸕鷀去捕魚啊，係一種傳承咗1300年嘅傳統捕魚方法。當地嘅漁民咧，會喺鸕鷀嘅頸上面咧綁一根草繩嘅，然之後咧喺夜晚晚嘅時候咧，搭小船點燃呢個火把去照明，令到河中嘅魚群咧受到光線吸引而游近呢個水面啦。然之後啲鸕鷀咧就會睇準時機潛入水裏邊去捉呢啲香魚噶啦。咁樣啲漁民咧就揸住啲草繩啦，咁憑住佢嘅手感去判斷翻嗰隻鸕鷀係咪已經吞咗個條魚落去。如果係嘅話咧，就會即刻收緊呢個草繩，將嗰隻鸕鷀拉上船上邊。然之後嘅鸕鷀就會倒出口裏邊含住嗰啲魚啦。而喺木曾村度咧，更加有日間嘅題字可以俾遊客去參觀嘅。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翻佢嘅官網預約去參加嘅，亦都可以選擇係咪喺船上面食埋呢個午餐或者晚餐嘅。我哋本身時間就夾唔到啦，而且覺得呢種方法其實有啲殘忍嘅，所以就冇興趣去報名參加啦。我哋就繼續向住犬山城行啦。喺途中咧，經過一間真宗大谷派嘅西蓮寺，我當時咧望一望佢，以為佢係墓園嚟嘅。其實呢個係個佛教場所嚟嘅。唔知啊，墓塚嚟嘅好似。繼續向前再行多一陣咧，好快就會去到呢個犬山城下町啦。犬山城下町嗰條大街啦，最遠處就係犬山城啦。我哋一路向前行，
而呢個時間呢，其實係早上9點幾左右嘅啫。好多鋪頭呢，其實都未開嘅，因為佢哋開10點11點左右嘅。周圍就望落咧就好似有啲冷清咁樣啦。睇落嚟呢度，唔知你訂咗未呢？記得讚好、訂閱、撳埋個鐘仔，同埋分享俾更加多朋友睇啦！你嘅支持係我製作影片嘅動力啊！睇住呢個犬山城呢，越嚟越近啦。離遠呢，已經望到前邊呢，有一個大鳥居喺度。呢個針江神社嘅前面嘅大鳥居呢，嘅旁邊呢，就係呢個三江渡河神社啦。而犬山嘅三江渡河神社呢，主要包含咗呢個原田彥神社啦、基歸神社同埋前世渡河神社3座嘅。呢個神社呢，算係犬山最熱門嘅地方啦。完全因為咧呢度咧，其實可以體驗呢個使錢同埋祈求呢個戀愛強運而出名嘅。喺呢個基歸神社嘅旁邊咧，有好多面掛滿晒心形繪馬嘅牆。因為呢個神社主要係祈求安產同埋結良緣嘅。喺呢個三江渡河神社嘅社殿側面呢，可以見到一座金光閃閃嘅神轎嘅，上面寫住呢個鳳鏈神諭嘅牌匾。再喺佢嘅旁邊呢，就見到呢個小千本鳥居。而經過呢個小千本鳥居之後呢，又有一大面心形嘅繪馬牆。繼續向前行咧，就會經過呢個黑門遺址啦。黑門其實喺廢藩置縣嘅時候咧，已經被移築到呢個大口町嘅德林寺度噶啦。而呢度個旁邊咧，有一條路咧係通往呢個針江神社嘅。針江神社嘅創立年份咧並唔清楚，但係早喺西元927年咧，已經有呢個針江神明嘅相關記載嘅。喺1537年呢，織田信長嘅叔父織田信康喺修建犬山城嘅時候呢，將呢個神社遷移到犬山城旁邊。而家見到呢個針江神社呢，其實喺明治維新之後呢，1882年呢，先至被遷移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嘅。神社被視為呢個龍尾總鎮守，亦都係犬山城守護神，廣受民眾信仰愛戴嘅。而因為織田信康咧曾經親手雕刻木犬去獻功，以祈求平安順產、延命長壽，所以令到呢個神社咧被廣泛傳揚為咧具有呢個順產啦、賜子同埋長壽嘅靈驗效果。而喺每年嘅4月，第一個星期六同星期日呢2日呢，就會例行舉辦呢個犬山祭，佢好出名噶。屆時會有13座8公尺高嘅巨型山車遊行，場面都好壯觀嘅。之後呢，我哋就買呢個門票入犬山城天守閣啦。犬山城呢，係舊式望樓型嘅天守嘅代表嚟嘅，亦都係國寶5座天守之一，而又係呢個12座現存天守裏邊呢最古老嘅木造天守。
我哋入去犬山城啦。上去犬山城咁高嘅樓梯。犬山城咧原本係織田氏修築用嚟防備美濃國嘅齋藤道三嘅一個防禦要塞嚟嘅。喺1537年，織田信長嘅叔父織田信康主持修建呢個犬山城，佢都成為咗第一代城主。而後嚟咧，信康與齋藤道三交戰裏邊陣亡，咁織田信清就成為咗城主啦。而去到1562年咧，信清同織田信長有交互，咁信長就派佢嘅部將丹羽長秀去攻陷呢個犬山城，之後由信長嘅家臣池田恒興同埋織田勝長佢哋擔任呢個城主啦。喺1582年本能寺之變之後咧，織田家就內部分裂啦，犬山城就歸屬俾織田信雄。而喺1584年咧，池田恒興就奇襲，亦都佔領咗犬山城。然之後到咗1584年嘅3月，就到咗呢個著名嘅小牧長久手合戰啦。喺呢個犬山城1樓呢度咧，有呢個合戰圖嘅屏風喺度嘅。當時咧織田家分裂啦，最後咧就由羽柴秀吉擊敗咗柴田勝家之後咧，就發統一天下啦。當時織田信雄咧就意識到秀吉嘅野心可能會危及自己嘅性命，所以就聯合咗德川家康組成咗呢個織德聯盟去對抗秀吉。而德川家康咧就以保護信長嘅仔嘅名義咧去對抗秀吉啦。佢都連同咗北條氏政啦、佐佐成政等人咧，形成咗呢個秀吉包圍網。自此就開始咗小牧長久手合戰啦。而呢場合戰咧，亦都係秀吉同家康之間咧唯一一次戰場上面交鋒，雙方就各有勝負啦。由3月就打到11月，戰況就陷入咗膠着狀態。直到最後咧，秀吉就改為採用外交戰去議和停戰啦。而戰後就織田信雄再次成為呢個犬山城嘅城主。但幾年之後咧，信雄因為有啲事被流放，咁犬山城就歸屬於呢個豐臣秀次啦。而再之後，犬山城就數度易主啦。直到1617年咧，成賴政成成為城主之後咧，再到幕府末期，犬山城都係屬於成賴家嘅居城啦。我哋上到嚟犬山城嘅2樓啦，呢度本身咧係存放武器嘅武具之間嚟嘅。國寶5個城，本城、五根城。而家我哋呢度犬山城、基路城同松江城。然之後再上一層，去到3樓。呢一層亦都被稱為呢個破風之間。破風係一種屋頂嘅設計嚟嘅，用於為呢個窗戶咧遮風擋雨，好似遮雨棚咁樣樣嘅。然之後我哋嚟到4樓啦。
嚟到呢個犬山城嘅最頂天守閣嘅頂層啦。望門仔見到晒成個犬山市。我行圈，我兜個圈先，再翻嚟。我兜個圈望望啦，都幾高嗰度。4樓咧就係天守閣嘅望樓，呢部分咧亦都保留咗最初嘅建造手法，係極為珍貴嘅歷史建築。城賴正城咧就喺望樓嘅4邊咧加上一個回廊，而由呢度咧眺望住木曾村咧，好雄偉啊！覺得佢。而去到1891年咧，呢度發生咗龍尾地震，犬山城嘅天守咧就損壞嚴重。當時由於政府冇錢去修葺啦，於是就將呢個犬山城無償讓渡俾最後一任嘅藩主城賴正肥。但係有個附加條件啦，就係城賴家咧就必須要親自籌措資金去修復佢。喺1935年，犬山城就被指定為國寶。2004年呢，犬山城嘅所有權呢就被移交至財團法人白帝城文庫去管理嘅。所以呢，直至到2004年為止呢，犬山城成為咗日本唯一屬於私人所擁有嘅古城啦。喺呢一邊呢，呢啲係城賴家之前嘅歷代城主啊，由織田信康開始啊。而另外呢一邊呢，就展示咗城賴家嘅歷任城主。可以見到最尾嗰位呢，着住西裝，攞住酒杯，成個大亨咁樣樣。城賴正成咧，由年少嘅時候咧，已經跟隨住德川家康嘅啦。喺佢17歲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頗為勇武嘅武將。而佢嘅初陣咧，就喺小牧長久手合戰，其後就屢立戰功，而後期咧就喺德川幕府度擔任老中。我哋參觀完之後咧，就回程翻到落地面啦。再翻到去犬山城下町啦。原本咧，其實呢度有一張折扣券咧，可以喺城下町嘅17間唔同店鋪度消費嘅。但係我哋就冇乜時間咧，就冇為呢個消費而消費咁樣去買啦。最後我哋去到呢間茶屋，試下呢個抹茶 Tiramisu。Matcha Tiramisu 上面嗰個 topping 係朱古力，仲有杯咖啡添。呢個抹茶 Tiramisu 咧，面頭就有啲抹茶粉啦，而中間咧就有啲紅豆咁樣嘅，一層層咁樣都幾大個嘅，咁都幾好食噶，呢個值得推介啊！中間紅豆。之後咧就翻到酒店攞行李離開犬山市啦。之後轉車去 JR， 呢邊就 JR 線啦。提早轉車去高山。呢度太田轉車去高山。側邊寫㗎。高山啊！今集犬山城嘅行程就到此為止啦。
大家如果鍾意呢條影片嘅話咧，記得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更加多朋友睇啦。仲要訂閱我嘅頻道啊！記得撳埋嗰個鐘仔，今日新片嘅時候就會收到通知㗎喇。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